步兵战车是什么？如果你把这个问题问给二战老兵，那么他们一定会一头雾水地看着你。毕竟在这时，世界上还只有装甲车的概念，而没有所谓被称呼为步兵战车的东西。那步兵战车这个概念是如何出现的呢？这就要问苏联人了。在二战时期，各国步兵协同坦克作战时，一般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美军的方式，他们使用 M5 半履带车来运送步兵，在靠近敌方阵地前放下步兵，然后步兵步行协同坦克向目标发起攻击。这种方式是典型的装甲车作战方式。美军使用这种战术，从二战的 M4 谢尔曼加 M5 半履带车，一直到冷战的 M608巴顿加 M113装甲车。而另外一种步坦协同方式，则是苏联的坦克骑兵。在发起进攻时，步兵会使用各种方式将自己挂在坦克外面，在坦克突破敌人阵地时，步兵们就跳下来，使用冲锋枪清扫侧翼的敌军。这么做的好处是，让步兵和坦克一样，拥有了在复杂地形上将近30公里每小时的前进速度。坏处就是在坦克上的步兵毫无掩护，子弹虽然打不穿坦克的装甲，但是却足以威胁步兵，只需要一挺机枪就可以把他们统统扫下来。这也并非不是苏军不想装备美军那样的半履带车，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苏联汽车工业在苏德战争早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所以他们无法拿出类似 M5 半履带车这样优秀的装甲车产品。在二战结束后，苏军认为他们需要一款装甲运兵车，于是就开始了2个项目，一个是在卡车底盘上扣了一个装甲壳子的 BTR-152，另外一个则是使用 PT76 底盘改装的 BTR-50。随着冷战的爆发，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出现。BTR-152虽然是机动较强的轮式车辆，但是它是一种敞篷车，成员完全暴露在外。在冷战核战争的背景下，暴露在外的成员毫无疑问会被核辐射致死。而由于 PT76 底盘改装的 BTR-50 虽然是一种具备基础防核辐射能力的载具，但它的问题在于，由于是由坦克底盘改装，所以它的载员舱相比 BTR-152的敞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极端的封闭。成员们全部待在载员舱中，无法观察车外情况，也无法对车外进行射击。车组成员和载员都完全封闭，一旦被敌人的反坦克武器伏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最可怕的是，在强调火力至上的苏联陆军中， BTR-152 和 BTR-50 上搭载的最重的武器只有机枪，并且这些机枪还是需要成员探头操作。所以经过一系列评估，苏军高层认为，他们亲爱的苏维埃设计师同志们为苏军设计了2个东西，一个跑得快一点的敞篷棺材和一个跑得慢一点的带盖棺材。所以在各种评估之后，苏军认为他们需要一个东西，首先它应该是履带式底盘，并且有一个动力强劲的引擎，保证机动性。其次，它应该有还手的能力，尤其是能对坦克还手的能力，这一点并不难实现。在冷战早期，空心装药武器已如雨后春笋般浮现，想要击穿坦克并不需要一门高出速火炮。最后，完备的核生化防护是必须的，毕竟苏军也不是超人，不可能一边吸着辐射尘，一边还能打仗。同时，为了考虑到不让 BTR-50 的闷罐棺材再次出现在苏军战斗序列中，在竞标要求中还有一条非常特殊的额外要求，那就是必须让车内的步兵即使不跑出车外，也可以对外面的目标进行交战。在种种要求和迫切需求下，一场堪称惊天动地的竞标开始了。作为苏军装甲兵器的设计师，首先关注到的要点便是火力。实际上，苏军在此时有现成的反坦克武器，那就是 SPG-9 无后坐力炮。这种武器发射73毫米破甲弹，破甲深度可以达到280毫米，足以正面击穿苏军自用的特伍斯或者特62主战坦克。苏军高层也因此为新的战车指定了主要火力，那就是一门和 SPG-9 共通弹药的73毫米 2A28 低压滑膛炮。炮弹问题解决了，现在就待各个设计师们大显神通了。由于新车对于机动性要求较高，所以设计师们多在行走结构上下功夫。比如19工程就使用轮子和履带同时存在的设计，在通过良好的路面时，轮子就能高速机动，而万一在越野时轮子陷入泥潭，那履带此时就会接地，提供额外的抓地力。
这一点和潘哈德 EBR 中间2个金属轮胎的设计比较像。另外一个轮铝两用方案被称为911工程，它同样采用了轮铝一体的设计，但比较聪明的是，它并没有像19工程一样将轮胎和履带安装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在外侧安装履带，内侧安装轮胎。对此，苏军验收人员提出了一个灵魂问题：如果轮胎破了，士兵们要怎么更换呢？只瞬间，911工程的设计师就汗流浃背了，因为轮子位于履带内侧，又因为轮子比履带更脆弱，所以需要频繁更换轮胎。但轮胎更换又不方便的911工程，此刻看起来就像个小丑。除了这些脑洞大开的轮铝两用方案之外，另外一个有趣的是，在此次竞标中还有一个全轮式步兵战车方案，即1200工程。它拥有4对车轮和一个相对高大的车体。如果不说，那么大概会有人认为这是20世纪90年代苏军开发的某型装甲车。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这台车使用了全轮式方案，所以它的越野机动性毫无疑问的不如全履带式，这个方案也被淘汰了。那全履带式底盘就无懈可击了吗？倒也不是，在 BMP 的选型中，还有一个被称为914工程的全履带式样车。实际上，这就是使用 PT76 底盘加上 BMP1 炮塔的偷懒方案。虽然 PT76 的底盘确实靠谱，但是作为一个主力步战车选型，如果 BMP1 真的选了这种拼装方案，那岂不是证明苏联设计不出来一款能用的步战车？所以很显然，914工程只被瞟了一眼就取消了。最后，在层层选拔和竞标中，被称为765工程的样车脱颖而出，而这也是我们现在能看见的 BMP1 的大致样子。BMP 是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由库尔干机械制造厂生产的 Infantry Fighting Vehicle 即步兵战斗车辆，简称步战车 IFV。同时 BMP1 也是步战车这一概念的开创型号。BMP1 的车体基本遵循了方盒子设计，车体其他部分以垂直装甲为主，在车手部分拥有大倾角的手上和手下装甲，其炮塔位于车体上部中心位置，为低矮的节锥体炮塔，以减少车高，避免在隐蔽状态下暴露和减少迎弹面积。为了在河流水网密布的波德平原作战， BMP1 采用了冲浪板式设计，并在车手布置有可折叠防浪板，全车拥有无需准备即可2栖幅度的能力。在浮度状态下， BMP1 会展开车手防浪板，使用履带配合侧裙进行划水，可以获得约7到8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作为一种具有2栖幅度能力但不作为专业水陆两用载具来设计， BMP1 开创了一个先河。1965年 BMP1 的预生产型首次装备于由禁卫军少校瓦西里·萨莫德罗夫所指挥的敌120禁卫摩托步枪师，并在通过测试后于1966年开始正式量产。该型装甲车辆长度为 6.73 米，宽 2.94 米，高 2.06 米，其体积小巧，约等于大型行政级 SUV 的尺寸。车组由车长、炮手、驾驶员3人构成，另可携带8名步兵。火力方面，本车的主要武器为一门带有自动装弹机的73毫米 2A28 低压滑膛炮，车内总备弹量为40发，俯仰角为-4度至正30度，几乎不具备复杂地形作战能力。这门火炮主要发射低初速的反坦克破甲弹，同时也可发射高爆弹。在发射 PG-15V 破甲弹时，最大射程为 1.3 公里。该型破甲弹拥有280到300毫米的净破身，可以有效对抗无爆炸反应装甲保护的诸如豹一、M48、M60 等北约2代主战坦克。在对付集群目标时， 2A28 也可以发射73毫米 OG-15V 高爆破片弹，内装有 0.73千克高爆炸药，对于爆炸点15米内的无掩体步兵拥有致命杀伤效果。除此之外，炮塔上还装备有一挺 7.62毫米 PKT 通轴机枪，用作对软目标的杀伤手段，也可以用夜光弹为友军指示目标。但必须注意，此门火炮并不具备完整的现代化观瞄，其作战流程依旧为车长锁敌发现目标，炮手锁定目标，车长下令开火，炮手不具有火控系统，仅拥有一具手动装裱的昼夜双模式瞄准镜，并且该车不具有稳定器，故而不具备行进间射击能力。在后续的使用中，苏军发现73毫米低压滑膛炮的炮口初速较低，炮弹极易受到横风影响。虽然标称最大射程为 1.3 公里，但实际有效射程仅为550米左右。为了提升 BMP1 对于远距离装甲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苏军于后续的 BMP1 增加了反坦克导弹发射架，为 BMP1 赋予了发射反坦克导弹的能力。
BMP-1 的反坦克导弹发射滑轨位于火炮防盾上方，与火炮同轴，并指向斜上方，可发射 9M14 及北约报告名称 AT-3 反坦克导弹家族。这是一种手动操控的反坦克导弹，其操控方式类似于北约同时期使用的 SS-11 反坦克导弹。发射反坦克导弹后，炮手必须使用操纵杆控制反坦克导弹的飞行，而非简单的将准星对准目标，这就对炮手的经验提出了相当程度上的考验。同时，由于客观上存在响应延迟， 9M14 存在理论上的射击境界，范围约为500米，在这个距离内的目标将很难被反坦克导弹命中。因此，在后续的 BMP-1 改装中，苏军为其换装了使用半自动指令制导的 9M111 或者 9M113 反坦克导弹。这种反坦克导弹只需要炮手将准星对准目标，导弹就会自动命中，极大减少了炮手的工作量。一台 BMP-1 一般在车内大概有4枚反坦克导弹。当发射架上的导弹打空之后，炮手必须打开发射架后部炮塔前部的一个小门，手动将导弹对准发射架，将导弹推出并锁定到位，才能进行下一次发射。这种装填方式极其危险，一旦炮手忘记确认装填门所指，炮塔内成员就有被轻武器子弹击伤或者被导弹尾焰灼伤的风险。这种装填方式还会破坏 BMP 原本就有的核生化防护，所以在核生化沾染地域， BMP 一般只会打出发射架上的那发导弹，而不会再进行装填。除了这些由车组操作的武器， BMP 还在车体两侧拥有8个轻武器射孔，尾门上还设置有另外的一个。车体的9个轻武器射孔拥有31度至40度不等的射界，车载步兵可以将自身携带的 AK 自动步枪或者 PK 机枪插入射孔，对车外目标射击。这种在车内就能消灭目标而不用下车的能力，一般被称为乘车战斗。此种能力可以确保在核生化沾染区中，车载步兵始终处于步战车的3防系统保护下。这样的设计也曾被早期的欧美步战车大量模仿，最终被时代所淘汰。装甲方面， BMP 牺牲了绝大部分的车体装甲，用来换取机动性。其手上装甲为7到12毫米80度，手下19毫米56度，侧面16毫米。虽然乍一看，正面的12到19毫米装甲无法抵挡 M2HB 所发射的 12.7毫米穿甲弹的攻击，但好在 BMP 的车手角度足够大，所以 12.7毫米口径穿甲弹的攻击跳弹几率非常高。同时，侧面的防御也足以抵挡 7.62毫米 NATO 弹的攻击，也可以在炮弹破片中保护车内成员。当然，这些装甲防御只能说是基本够用。在阿富汗战争中， BMP 的防御被证明是漏洞百出。7.62乘54毫米二机枪弹有概率在极近距离的射击中贯穿 BMP 侧面和后面的装甲，杀伤车内成员。而面对诸如 M72LAW 或者 RPG-7 等空心装药反坦克武器， BMP 更是毫无防御可言。更危险的是，其底部装甲厚度仅为6毫米，几乎任何一种反坦克地雷，即使是二战制造的，也可以毫无压力从底部摧毁 BMP。并且，虽然 BMP 正面可以承受 12.7毫米机枪弹的攻击，但是对于口径更大的武器也没有防御能力。比如在波斯湾战争中，美军 M2 布雷德利装备的25毫米机炮，即使不使用钢针，也可以轻易的使用拖穿击穿 BMP 的正面。总的来说， BMP 是一种强调机动性和够用防御的装甲车辆。如果在不变动其他的指标情况下，一味要求防护能力，对它来说是一种苛求。作为一种20世纪60年代研制的装甲车来说，它的防御已经足够使用了。和捉襟战肘的防御相比， BMP 的机动性要优秀得多。BMP 标配有驾驶员夜视装置，允许驾驶员在夜间进行不开灯驾驶。发动机和变速箱都位于车体前部右侧，可以为车组提供额外防护。在基础版本的 BMP 上使用一台300马力的 UTD-20 6-4冲程柴油发动机，该发动机耦合前部的变速箱，为前置主动轮提供动力。变速箱有5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提供最大65公里时的前进极速以及最大12公里时的倒车极速。根据车重为13吨的标准型 BMP 计算，其公重比约为23，可以轻松跟上进攻的苏军主战坦克，也算是达成了苏军设想中主战坦克小帮手的目标。
虽然 BMP 是一种作为在波德平原上配合主战坦克冲击的步兵战车而进行设计的，但是它所面临的第一场战争并不是第3次世界大战，而是阿富汗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中 ，BMP 暴露出了其设计上的重大缺陷，通常表现在几个方面，比如驾驶员和车长串联坐在车体左侧，一旦 BMP 的左履带碾压地雷，爆炸会立即击杀车长和驾驶员，并且瘫痪整个战车。由于车体设计轮廓比较低矮，所以 BMP 的弹药问题也很突出。围绕着炮塔一圈的73毫米炮弹可谓是飞头助推火箭，只要射弹波及到主弹药架，那车组和成员基本一个都活不下来。如果单就这样也罢，但因为车内空间比较狭小， BMP 的反坦克导弹备弹不得不被放置在贴近载员舱的位置。除了导弹之外，成员们还被燃油所包围，这是因为成员舱内成员背向而坐，而他们的后背中间则夹着车体的主要油箱。一旦被击穿，那 BMP 的成员舱就会变成美式焖烤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经常能见到在战区几乎没人愿意待在 BMP 的座舱中，而是基本爬上 BMP 的车顶，并且坐在车顶上。虽然这样不会得到装甲保护，会被冷枪轻易击毙，但在苏军士兵的眼中，总比烧死在车里好。除了这些因为皮薄所带来的固有缺陷之外，更折磨人的是 BMP 的主要火力在阿富汗也几乎是一无是处。73毫米滑膛炮虽然拥有可观的迫降深度，但阿富汗人并没有主战坦克可以用，这也就意味着 BMP 的主要任务是使用高爆弹来对付步兵。问题就随之而来， BMP 的主炮辐射角仅为-4度到正30度，很难够到那些特别低或者特别高的目标，即使可以瞄准敌人进行射击。低初速滑膛炮的缺点又开始折磨车组，因为初速太低，所以73毫米高爆弹的主要杀伤手段是炸药爆炸，而不是动能冲击。也就是说，对于阿富汗人的夯土房或者是砖房，73毫米滑膛炮几乎无法击倒它，只能使用高爆弹磨墙。但73毫米也不算什么大口径，高爆弹装药量不多。尴尬的事情来了，在阿富汗游击队将房子作为掩体时， BMP 和步兵配置的 RPG-7 基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杀伤躲藏的游击队，苏军也就不得不抵近射击，或者是干脆找其他武器来支援。战争已经证明 BMP 是一种极端特化战场下的步兵战车，其泛用性相当差。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之初，作为步兵战车的开创者，设计师们没法考虑到太多的细节，因为根本没有前车之鉴可以参考。在经历过阿富汗战场的惨败之后，一种全新的步兵战车已经蓄势待发，很快新一代步战车将会在 BMP 的基础上趋近完美。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视频见。